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新发型刷屏，她剪掉的远不止头发，而是无数打工人的心声。赵丽颖的短发不是造型改变，而是一场商业模式的战略升级。从小白兔到钮祜禄，丽颖的蜕变，用爆款作品砸出老娘不好惹的底气。成年人的顶级气质，就是把忍气吞声从人生字典里彻底删除。朋友们，事情是这样的，最近赵丽颖换了个短发，然后全网的通稿都跟复制粘贴一样，开始吹一种叫气质的东西。什么沉稳大气，什么从容坚定，什么温柔坚毅，看得我眼花缭乱，差点以为自己手机屏幕脏了，出现了奇怪的像素堆积。气质是什么？气质是玄学。你跟老板谈加薪，老板跟你谈气质，说年轻人要有格局；你跟甲方要尾款，甲方跟你谈气质，说你们公司很有情怀；你跟渣男讲道理，渣男跟你谈气质，说你不大度。你看，气质这玩意儿，本质上就是一种话术 PUA， 一个用来掩盖核心矛盾的美丽又虚无的蛋壳。当我们讨论一个明星的气质时，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说白了，就是在讨论一个产品的版本迭代。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2017年，赵丽颖 1.0 版本，同样是短发，那时候的关键词是什么？清纯可爱、呆萌、小白兔。这是个非常经典的产品定位，主打一个无公害、低攻击性、人畜无伤的形象。在那个流量为王的蛮荒时代，这种定位是版本答案，能最大范围的吸纳路人粉，降低敌意值。就像你刚进一家公司，肯定要先装孙子，见谁都叫老师，主打一个乖巧懂事，方便自己猥琐发育。小白兔好不好？当然好，但小白兔的生态位天花板也极低，因为在丛林法则里，兔子是四物链底端，是随时可以被献祭的。它的可爱本质是一种脆弱。当市场红利吃尽，当所有人都开始卷小白兔赛道的时候，再不转型，下一步就是被后浪拍死在沙滩上。很多明星的职业生涯就死在这个转型期，抱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还以为自己是当年那个倾国倾城的角色，其实在用户眼里，早就该进博物馆了。真正的狠人都懂得自我革命。赵丽颖的这次气质转变，压根不是什么婚姻带来的磨练，也不是什么心态上的成熟，那些都是虚的，是结果，不是原因。核心原因是，她完成了残酷的商业模式重构。她的职业生涯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打工人逆袭史，一部从乙方孙子进化成甲方爸爸的奋斗史。早期，他是典型的资源依赖型选手，演什么怎么演，话语权不大，就像职场新人，老板给什么活就干什么活，996是福报，被骂是看得起你。这时候你敢跟老板说你要沉稳大气吗？你只会被当成一个想马上退休的神经病。所以那个阶段，他的产品核心卖点只能是努力、拼命、可爱。这是乙方唯一的议价权，用自己的肝去换甲方的下次还找你。转折点是什么？是作品，是那些能打的、能赚钱的、能拿奖的作品。一步知否，让他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一步风吹半夏，直接让他实现了阶级跨越。许半夏这个角色，简直就是他现实人生的预演和宣言。一个没背景、没资源的女人，如何在男人扎堆的钢铁行业里，靠着一股狠劲杀出一条血路，就很离谱。你以为他在演戏，其实他在演他自己的人生战略复盘。当你的手里攥着一堆能打的牌，你的商业模式就从资源依赖变成了品牌驱动。你不再是那个等着被挑选的商品，你本身就成了品牌，成了 IP， 成了流量的源头。这时候，你才有资格跟市场谈气质。这种气质不是化妆师画出来的，也不是摄影师拍出来的，更不是粉丝吹出来的。
它是用一部部作品的收视率，一个个奖项的含金量，一笔笔商业代言的金额，实打实砸出来的。这是一种老娘现在不好惹的霸气外露。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你可以不喜欢我，但你干不掉我，而且还得捏着鼻子和我合作的从容。所以你看他现在的短发造型，和当年的短发貌似一样，其实内核完全不同。当年的短发是一种迎合，一种你看我多可爱的姿态，眼神里带着一丝讨好和不确定。现在的短发是一种宣告，一种我就是这样的声明，眼神里的东西叫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打工人最渴望的东西。我们每天在职场里演戏，陪着笑脸，说着违心的话，不就是为了求一份确定性吗？确定下个月的工资能发，确定这个项目不会黄，确定自己不会在35岁被优化。而赵丽颖用自己的职业路径告诉所有还在小白兔阶段挣扎的人，别信那些虚头巴脑的职场 PUA， 什么格局、情怀、奉献。你的安全感只来源于你的不可替代性，你的气质只来源于你手里的硬通货。当你的业绩是全部门第一的时候，你就算天天踩着拖鞋上班，老板也会夸你洒脱不羁，充满艺术家的气质。当你每个月完不成 KPI， 你就算把爱马仕穿出花来，在别人眼里也只是个虚荣的傻子。这不仅仅是发型的改变，这是一场个人品牌的战略升级发布会。他把头发剪短，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在传递一个信号，过去的那个小白兔赵丽颖 1.0 已经下线了。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钮祜禄，丽颖是手握重资产的女企业家，是你们轻易开罪不起的甲方。她的眼神在说，我的时间很贵，别跟我扯淡。这种转变充满了让普通人感同身受的爽感。我们每个人都想成为这样的人，在被生活反复捶打之后，终于有一天可以挺直腰杆，对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人和事，冷冷地说一句不好意思，时代变了。说到底还是作品，只有作品才能让一个人真正站直了腰说话，其他的都是扯淡。所以别再分析什么发型、妆容、穿搭了，那些都是皮肤，是 UI 界面。真正让一个 APP 牛逼的，永远是它底层的代码和核心功能。赵丽颖的核心功能就是持续产出爆款作品的能力，这才是她所有气质的底气，是她最坚固的护城河。而我们从她的这场版本更新里看到的不仅是八卦，更是自己那个遥不可及的梦，一个有一天也能把忍气吞声4个字从自己的人生字典里彻底删掉的梦。赵丽颖近日以全新短发造型亮相，瞬间引爆网络热议。有人说她只是换了个发型，却惊艳了整个娱乐圈。也有人说她剪掉的并不只是头发，而是无数打工人的乙方心态。这句话听起来颇具象征意义，让人不禁联想到职场、生活与自我之间的种种拉扯。为什么一个明星的发型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这背后其实折射出社会情绪与普通人的心理投射。在大众的眼中，赵丽颖一直是坚韧、努力、不服输的代表。她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农村女孩，一步步走进演艺圈，用无数角色证明自己。无论是花千骨里的小骨，还是知否里的明兰，她都用实力赢得认可。她的经历让很多打工人看到了逆袭的可能。然而，即便站在事业巅峰，她依旧选择用一个简单的短发表达心境的改变。这种果决本身就像是一种隐喻，仿佛在告诉大家，有时候真正的成长不是迎合，而是敢于利落地减去束缚。职场上的乙方心态是一种长期处于被动和依附的状态。很多人习惯了接受任务，完成指令，不敢多说一句不。这种心态让人容易失去自我，把所有的需求与想法都压抑在心里。久而久之，不仅身体疲惫，心里也会负重前行。赵丽颖的短发就像是一种态度的宣告，敢于说我想要，
敢于重新定义自己，而不是永远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下。她的短发给人的第一感受是干练和清爽，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力让人联想到职场女性在突破桎梏之后的果敢。很多网友留言说，我也想去剪一个这样的短发。这不仅是对美的追求，更是对一种心理释放的渴望。短发在文化语境中，往往象征着轻装上阵，告别过去，迎接新生。赵丽颖通过这个改变，传递给观众的不仅是外貌的焕然一新，还有精神上的坚毅与自由。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改变外貌常常是人们想要重新开始的信号。对于普通人而言，可能是因为一段感情的结束，或是一次职业的转折；而对于赵丽颖而言，或许是心态的一种进化。她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经历过无数流言蜚语，也走过事业起伏的高低。如今，她用一个利落的短发，告诉大家，自己不再需要用柔弱的形象取悦别人，而是用真实与坚定走下去。这种精神力量恰好击中了无数打工人的内心。因为在现实生活里，很多人都在努力压抑自我，把领导的要求、客户的期待摆在第一位，把自己放在最后。久而久之，那些压抑成了乙方心态，让人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无法掌握命运。赵丽颖的短发之所以能刷屏，不只是因为好看，更因为它象征着剪掉妥协，重拾自我。这是每一个打工人心底最想做到，却往往不敢做到的事。我们从赵丽颖的改变中，可以学到一种勇敢。勇敢不一定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比如说敢于表达不想做，比如说敢于拒绝无意义的加班，比如说敢于选择让自己开心的方式生活。这些看似微小的反抗，往往是改变心态、重塑自我的开始。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通过剪头发来完成这样的表达，但赵丽颖的举动至少给了大家一个启示：人生不必总是被动接受安排，你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一种状态，哪怕是最细微的改变，也可能成为转折点。也有人质疑，不过是换个发型，为什么要解读得这么深？其实，娱乐圈的现象往往和社会心理息息相关。明星的形象之所以能引发全民热议，不是因为发型本身，而是因为大家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他身上。赵丽颖就是那个最合适的载体，她的经历足够励志，她的改变足够明显，她的姿态足够坚定，所以人们才会在她的短发里看见自己的影子。结尾的时候，我们要思考，赵丽颖剪掉的到底是什么？也许是繁琐的角色定位，也许是外界的眼光评判，更也许是过去那个需要不断证明自己的自己。对于观众而言，她的短发不仅是一种造型，而是一种态度，一种呼吁，请不要再小看自己，不要总是被动做乙方。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主导权，哪怕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选择更自在、更自信的生活。所以，亲爱的观众们，当我们为赵丽颖的新发型点赞时，也不妨问问自己，我是否也该减掉一些不必要的负担？我是否也能学会在职场或生活中更勇敢？短发可以长出来，但心态一旦改变，整个人生的走向都会不同。愿我们都能像赵丽颖一样，在最合适的时刻，勇敢地剪掉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枷锁，迎接更加真实而自由的自己。这不是一篇关于发型的故事，而是一则关于心态的启示。赵丽颖的短发最终传递给我们的是对生活的重新理解与对自我的坚定拥抱。观众们，请记住，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但我们随时可以选择利落的转身，重新出发。愿每一个正在奋斗的你，都能在这份力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王一博乘以黄渤，热烈炸街舞电影幕后故事，泪点与燃点齐飞。热烈远非小众街舞片，而是一部让人热血沸腾的励志佳作。王一博从替补逆袭成核心的成长线，黄渤面临团队与良心的抉择，
全国街舞大赛的高燃舞台，以及母子间无声胜有声的温情，共同编织出这部笑泪交织的追梦故事。每个为梦想拼搏过的人，都会在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还记得2年前王一博和黄渤合作的那部《热烈》吗？当时一直没在线上播出，我还以为是质量不过关。毕竟街舞题材相对小众，很难吸引主流观众的目光。但最近看完正片后，我完全被这部电影征服了。它不仅不是烂片，反而是一部能让人热血沸腾的优质作品。这部电影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节奏感。开篇就抛出惊叹号舞团面临金主撤资的危机，王一博饰演的陈硕作为替补被临时拉进团队。原本只是救场，但这个对街舞充满热爱的少年，用诚意打动了每一位成员，最终成为团队核心。这种从边缘人到主力的逆袭故事，本身就充满戏剧张力。更精彩的是，当陈硕终于站稳脚跟时，撤资的金主少爷突然回归，并且开出条件要求教练开除陈硕。为了团队生存，黄渤饰演的教练不得不做出艰难决定。看到陈硕从巅峰跌落谷底，又凭借实力重返舞台的过程，整个剧情跌宕起伏，特别抓人眼球。电影最后20分钟的全国街舞大赛，绝对是全片的高光时刻。王一博的独舞展现了他扎实的舞蹈功底，黄渤的即兴抖舞更是惊艳全场。这些精彩片段不仅展现了专业舞者的实力，更传递出团队合作追逐梦想的正能量。除了燃炸的舞台场面，电影的情感描写也相当细腻。刘敏涛饰演的母亲角色，表面看似喜剧担当，实则承载着深厚的母爱。有一场戏特别打动我，陈硕为了兼顾训练和赚钱疲于奔命，某天突然发现母亲悄悄替他去酒店驻唱。虽然母亲嘴上说着专心比赛，别担心，但当陈硕看到母亲在台上卖力演唱时，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这种默默支持孩子的母爱，让人看得心头发热。黄渤和王一博的对手戏同样精彩，其中一场，教练不得不通知陈硕离开舞团，两人在路边摊喝酒告别。黄渤将教练的无奈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而王一博那句“我可以道歉，可以当陪练，只要让我留在舞台”的恳求，更是让人心疼。这场戏两位演员都贡献了影帝级的表演，情感张力十足。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是大鹏。从煎饼侠到热烈，他在保持喜剧特色的同时，不断探索更深刻的情感表达。再加上黄渤、王一博等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绎，以及众多专业舞者的加持，让这部电影既有笑点又有泪点，既热血又温情。如果你还没看过《热烈》，真的建议抽时间欣赏一下。它不仅是一部关于街舞的电影，更是一部关于梦想、坚持与成长的励志佳作。相信每个追逐过梦想的人，都能在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一部电影的成功，往往不仅仅是票房的数字和观众的掌声，更在于它能否触动人心，能否在热烈的氛围中留下一抹温柔的感动。热烈就是这样一部让人又燃又泪的作品，而其中王一博与黄渤的合作，更是让这部电影拥有了双重的魅力。一个是青年演员的代表，一个是实力派的中坚，他们的碰撞不仅带来了角色的火花，也在幕后书写了无数动人的故事。泪点与燃点齐飞，这句话对热烈来说再合适不过。对王一博来说，热烈是一段不一样的旅程。观众熟悉他的清冷、帅气和专注，但在这部电影中，他要把自己放进一个街舞少年的世界里，让热情、执拗与梦想燃烧在角色的血液中。街舞不是靠外表就能立住的艺术，它需要汗水、肌肉记忆和无数次的跌倒与爬起。王一博为了角色，真正把自己扔进了训练房，日复一日磨练舞步，身体一次次被汗水浸透。他曾经是练习生出身，舞蹈基础很扎实，但为了陈硕这个角色，他依旧选择回归最原始的苦练，把每一个动作练到肌肉条件反射，做到像呼吸一样自然。
这背后是演员对作品的尊重，也是一个青年人对梦想的执着。而黄渤的出现，则为电影注入了厚重的人情味和人生哲理。作为影帝，他有着极强的表演掌控力，他不是单纯去诠释角色，而是与角色融为一体，带给观众一种真实感。黄渤在片场的沉稳与亲和，让整个团队都如沐春风。对王一博来说，这次合作也是一场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在镜头前的自信和自然，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着前辈默默支撑和点拨。有人说，王一博在《热烈》中的成长，不只是角色陈硕的成长，更是演员王一博的蜕变，而这种蜕变恰好发生在黄渤的陪伴之下。电影背后的故事，比荧幕上的光影更让人泪目。拍摄期间，有些场景需要长时间的高强度舞蹈练习，王一博的脚踝和膝盖都曾受过伤，但他没有因此停下，而是带着护具继续坚持。有些夜戏拍到凌晨，黄渤会悄悄地上热水，鼓励他再咬咬牙。这些细节或许不会出现在电影里，但他们是真实发生的点滴，串联成演员们最质朴的坚持。正是这种坚持，让《热烈》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舞蹈的电影，而是一部关于梦想与青春的作品。《热烈》让很多观众看到一个年轻人如何在逆境中坚持，一个团队如何在默契中成长。王一博饰演的陈硕，是千千万万个追梦少年的缩影，他们可能并不被看好，可能常常跌倒，但只要心中有炽热，就能在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而黄渤饰演的丁雷，则像一位守护者，既是导师，也是朋友，他用温暖和信任点亮了陈硕的道路。这种双重力量的交织，让观众在燃烧的舞蹈之外，还感受到人情的温度和人生的厚度。当我们回顾这部电影的幕后时，不禁会想，为什么这样的故事能让人泪目？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它真实。真实的汗水，真实的疼痛，真实的友情与信任，才会在荧幕上转化成打动人心的力量。王一博和黄渤的合作，证明了不同时代的演员可以在同一条线上互相成就，也让观众明白，顶流与影帝的交汇，不是噱头，而是艺术的升华。结尾的时候，不妨换一个角度思考，热烈不只是演员们的作品，它也属于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曾经是陈硕，怀揣梦想，却在现实中磕磕碰碰，也可能遇见过像丁雷一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给我们力量。正因为如此，电影中的泪点与燃点才如此直击人心，它们不仅仅属于角色，更映照着我们的生活。所以，观众朋友们，当我们在影院为王一博和黄渤的表演鼓掌时，也是在为自己的青春与梦想鼓掌。热烈的意义，不只是带来2个小时的激情与感动，更是提醒我们，人生舞台上，每一次坚持都是一种胜利，每一次不放弃，都是在为自己